西游记》相信大家都看过不下5、6遍，但是这里面的冷知识，你知道几个吗？本期就为大家盘点一下西游原著里那些鲜为人知的冷知识。1. 观音菩萨的力气要比孙悟空大得多。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，孙悟空好像是西游记中力气最大的人物，因为他所用的兵器金箍棒重达13500斤。但事实上是，孙悟空的力气在西游神魔世界中完全排不上号，仅是观音菩萨他就比不过，更不要说如来了。西游原著第42回，孙悟空求观音菩萨帮忙降服红孩儿。小说里描述，观音菩萨把玉净瓶扔到莲花池中，等装满了一海之水后，孙悟空想去拿玉净瓶，结果根本拿不动。观音就对他说：“你没有架海的斤量，如何能拖得动？”随后观音一只手便将其轻轻托起，可见他的力气要远远大于孙悟空。2. 红孩儿出场时至少有300岁的年纪。在86版《西游记》中，我们能看到红孩儿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，脖子上还挂着一副红肚兜。其实，在原著中，他光是在火焰山修炼的时间就长达300年之久，这还不算是后来他战身为王的时间，所以红孩儿只是孩童般的模样。同样的，还有武装观的2个道童清风明月，他们一个是1320岁，一个是1200岁，比孙悟空的年龄还要大。3. 取经团队的人数不只是4人1马，还有另外39人在暗中帮助和监视师徒4人，而这39个人乃是6丁6甲、5方揭谛、4职公曹以及18位护教伽蓝，这些神仙都是观音菩萨派来的，他们负责帮助取经小队完成取经大业，同时记录下师徒4人的成绩。所以西天取经其实就是一场考验，妖魔鬼怪和要经历的磨难都是事先安排好的。4. 取经小队中挑担子的人并不是任劳任怨的沙僧，而是好吃懒做的猪八戒。受98版《西游记》的影响，大家都认为沙僧是挑担人，其实不是，西游原著中猪八戒才是负责挑担的那一位。原著第100回，唐僧一行人抵达灵山，书中这样写道：因八戒挑担有功，加升汝职正果，做净坛使者。而3徒弟沙僧因为牵马有功，被加封为金身罗汉。5. 取经小队中最矮的人是大徒弟孙悟空，最高的是3徒弟沙和尚。西游原著介绍，孙悟空不满4尺，生的凹脸雷公嘴，4尺换做下来也就是1米3左右，而沙僧则是丈2身长，也就是4米左右的身高，比3个孙悟空堆起来还要高。6. 观音菩萨早早就给了孙悟空3根救命毫毛，但在整个取经路上，孙悟空就只用了1次。我们知道取经路上险阻重重，孙悟空作为取经团队中的救火员，有太多次9死1生的经历，比如被黄风怪的3昧神风差点吹瞎眼睛，被红孩儿的3昧真火险些烧死，还有蝎子精的盗马毒和黄眉大王的金挠，都让他痛不欲生。然而这几场劫难中，他都没有想起使用救命毫毛，唯一一次使用就是在遇难狮驼国一回，被金翅大鹏鸟装到阴阳2气瓶内，眼看自己就要被化成脓水，才想起了用3根救命毫毛。7. 第一个提出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的是白骨精。要说《西游记》中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，而这个说法的首要传播者居然只是一个山野小妖白骨精。白骨精之前的妖怪都不知道这个信息。8. 《西游记》中有人吃过唐僧肉，他不是妖怪，而是个凡人，叫做殷温娇。殷温娇是唐僧的生母，在唐僧刚出生时，因担心唐僧被歹徒所害，他便偷偷将其放在木板上以便他逃生。而为了日后母子相认，殷温娇一狠心咬掉了唐僧左脚上的小指，这就相当于吃上了唐僧肉。然而还没有证明是否真的会长生不老，他就在日后选择了悬梁自尽。9. 白毛老鼠精竟夺走了孙悟空的初吻。由于偷吃了如来座前的香花宝烛，白毛老鼠精便修炼成精，下界为妖后，他经常吃佛门弟子。原著第81回，孙悟空为了降服他，决定变做成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和尚引他上钩。老鼠精看悟空长得又水灵又白嫩，于是变做一个美女，并一把将其搂住还亲了一口。可怜悟空不近女色，守身如玉几百年，最后竟被一个老鼠精夺走了初吻。10. 孙悟空浑身上下一共有84000根毫毛，而据有关研究表示，一个正常人的毛发在10万根左右，动物的毛发比这个数量更多，由此可见，孙悟空也面临着突发危机。11. 36变其实比72变更厉害。孙悟空精通72般变化，而猪八戒则是36变。单从名字上看，我们都认为72变比36变厉害，其实不然。在明代的神仙体系中，天罡36变是要优于地煞72变的。换句话说，36变能够变化72变变化不了的事物。此外，36变的原名叫做天罡36法，而72变的原名则叫做地煞72术，一个是天罡法，另一个是地煞术。大家说哪一个更厉害呢？